我觉得猫咪的退化性关节炎其实是非常需要主人重视的一个议题。你可能以前没有觉得这个这么严重，也没有觉得说有这么高的比例猫会发生这件事。那现在就是告诉你，12岁的老猫几乎90%以上都有退化性关节炎，所以请你及早给它们做保养。Hello， 大家好，我是妍妍，很久没有拍影片了，因为蜜娅跟圈圈已经17岁了嘛，所以年初开始，他们就比较频繁的在看医生，最近状况比较稳定。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议题也是跟这个老猫很有关系的，就是猫咪的退化性关节炎。是我们猫旅馆照顾过很多年纪大的猫，或是从小猫来住，现在它们已经年纪大了，从熟龄猫现在变成高龄猫10几岁，主人非常容易忽视这个猫咪的退化性关节炎。6岁以上的猫咪呢，有30%就有退化性的关节炎。那到12岁以上的猫咪，甚至高达90%都有退化性关节炎。它们身上至少有一处的关节有退化性关节炎，会导致它们不舒服。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猫容易忍耐嘛，就是它们是很耐痛的动物，它比较没有一些症状让你发现的话，说你不会觉得它在痛。猫咪年纪越来越大，觉得说我们家的猫咪是正常的老化，它变懒惰了，它因为年纪大，所以睡觉时间很长，容易合理化猫咪的这些行为，就忽视了说可能它们其实已经有退化性关节炎，然后甚至已经造成一些疼痛的不舒服这样子。你要怎么样观察一下你们家的猫咪，它是不是有关节疼痛的一些现象呢？好，如果你家有10岁以上的猫咪，跟如果你养的是品种猫，例如波斯猫、暹罗猫、缅因猫或是折耳猫这种特殊品种，或是你的猫曾经得过一些骨头相关的疾病，那它们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的高风险的族群。我们要怎么样来发现它们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呢？第一个就是你们家猫的活力逐渐下降，变得比较懒惰。它如果没有生其他的病，然后就渐渐的比较不爱动啊，然后往上往下跳的时候会略显犹豫，因为猫咪很固执嘛，所以它们就还是很喜欢跳去高的地方。它想去衣柜上啊，想去窗台上，那它们很耐痛，所以它们往上跳通常比较没有问题。可是往下跳的时候就会显得比较犹豫，然后也会顺着那个垂直面，把前脚这样顺着垂直面这样往下溜，比较不会抛物线这么利落。那这个时候通常猫咪就是关节已经有一点不舒服，就它不喜欢这样直接落地，所以主人可以观察一下你们家猫咪行动往上往下跳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犹豫不决啊，然后东张西望啊，然后好像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样才可以往下跳。再来一个就是猫咪开始会大小便在猫砂盆的外面，是因为它关节不舒服，所以它进去猫砂盆的时候会有困难，可能会在那附近，就它还是想去猫砂盆，但是它现在踩进去会不舒服，所以它就选择在外面尿尿，或是它开始尿在猫砂盆比较边缘的地方，因为猫咪现在关节不舒服，所以它蹲不下去，蹲不下去也会有无法好好的用力嘛，所以大便也会掉在外面。像蜜娅她现在就是都掉在半路上，因为她没有力气，关节疼痛，现在可能都会坐着尿尿，蹲也蹲不下去，要么就是直接坐下去，因为没有办法悬空。那这个要怎么看出来呢？像蜜娅她现在就是屁股啊那边就是很常会沾到猫砂，就代表她都坐着尿尿。你可以看到她睡觉的地方就是都会有夹带很多猫砂，然后脚趾这边啊，就是她的动作比较不灵活，所以就是很容易带沙，主人也可以从这个地方观察得出来。再来是僵硬，关节炎它是关节跟关节中间这个软骨已经磨损了嘛，那它就直接骨头两片在摩擦，造成一些骨头增生，就整个变得很硬。那你从它行走的姿势可以看得出来，它就像人的膝盖打直在走路一样，会这样会有一点颠颠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尾巴变得非常僵硬，尾巴就不软 Q 啊，抬不起来啊。汤圆的话就非常明显，它的尾巴就是到最后都是它都一直往下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它走路就是尾巴都是这样子很僵直的。其实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猫
都呈现某一些奇怪的姿势在吃饭啊、坐着或是睡觉。米娅之前年初的时候非常明显，就是她都坐着睡。想说她是关节痛吗？我们的理解都会觉得她很痛，她应该要躺着，对不对？她为什么要坐着睡？坐着睡感觉更痛，这个就是跟她会使用到什么关节有关系。奇怪的姿势都有可能是因为关节的疼痛，它就是要那样比较舒服。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猫睡姿非常奇怪，你可能就是要带它去照 X 光，因为米娅后来我们也是有带它去照 X 光，它的关节真的非常的严重。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猫的姿势变得蛮奇怪的话，也一定要去就医检查。这样好，再来就是舔舐。猫咪因为关节不舒服啊，也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它会很喜欢舔自己的关节处。我觉得这跟人也是一样，就是你牙痛的时候，你就不自觉会想去舔嘛，哪边酸痛你就会揉一揉。那因为猫咪它没有办法，所以它会有2个很极端的表现，一个就是它疯狂的舔它不舒服的那个关节。然后再来就是它不舔自己，就是他们一般正常的理毛的行为，就是洗肚子、洗屁股啊、洗脸啊，可能顺自己的身上的毛发，这个行为反而会停止，因为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很软 Q 的舔到某一些地方，所以它会变得一直舔，它舔得到的那里就关节。像米娅非常明显，它的前脚这边啊，每天来都要帮它擦，因为它有口炎嘛，然后它又去舔这里就会很臭，然后这边常常又舔得湿湿的，然后就会脱毛。那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猫咪会去舔特定的关节的地方，那有可能就是它关节在不舒服。好，再来一个就是到达剧烈疼痛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主人应该都会发现了，就是猫咪如果食欲下降、不吃饭，碰到它的时候它会嚎叫，或者说咬人或一些反射性的动作，那就代表它剧烈的疼痛。如果你带去看医生，就没有检查出什么病因，可能说血检啊都很 OK， 也没有长什么东西，那有可能就是它的关节在不舒服，疼痛导致它不吃饭。关节炎的猫很多都有便秘的问题，那便秘也会导致它们不吃饭，所以你可能要先解决它们关节炎的问题，然后还有便秘的问题，那才可以解决这个食欲减退。好，那这样看来，几乎所有的老猫都会有这个关节炎的问题嘛。有养高龄猫的主人，我觉得第一件事你就是要改善你的环境。虽然你的猫可能现在看起来还很有活力，还会跳上跳下，不要太过于松懈。它这样过度使用关节，它未来产生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很高。最好它要去的地方比较高的地方、高处，你一定要还是要把它降低高低差。就第一个就是改善你环境中所有家具的高低落差，然后在你的柜子旁边放椅子，然后他喜欢去的窗台、沙发、床边，你都给他放阶梯，然后让他容易上、容易下。对，因为我觉得猫咪就是很固执，它就是想去那里，它可能忍着痛它也要去。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减低它关节的负担。请你检视一下你们家的猫砂盆，一定要换成适合高龄猫使用的猫砂盆，开口大，然后盆子要大。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肢体有一点僵硬，所以比较不容易转身，然后也没有办法跨很高的门槛。然后如果你以前是用这种箱型，上面有一个洞的，就请你把它换成是前方开口，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很利落的跳上去又跳下来啊，因为那个比较垂直面，尽量把沙铺的厚一点。如果你们那个猫砂盆的开口就是这么高了嘛，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斜坡。之前汤圆还在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帮他加一个斜坡，让他慢慢走上去。不过他后来因为有一度他瘫痪，所以我们就直接改成尿布，就是整个平面的。那他也很乖，他上完了，他就会自己走开。对，那就也是很好整理。猫咪是蛮容易适应环境的，最好是主人可以发现它的需求，环境能够更友善，让老猫生活得更舒服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睡觉的地方帮它加厚跟加热，就像我们人一样嘛，就是关节不舒服，你去复健啊，那医生就叫你要热敷。那我现在就是会给猫咪冬天的时候睡电毯，你也可以用暖暖包，可是因为暖暖包是抛弃式的嘛，比较不环保。然后也是这种加热的东西都会有烫伤的风险，所以大家要注意。它睡的地方加热呢，会让它们比较舒服，然后睡的地方也要加厚，然后用得更松软一点，有一点支撑力。然后再来呢，就是可以使用餐桌，把它吃饭的地方稍微抬高一点。
以前我是没有特别建议主人要使用餐桌啦，因为觉得好像不太有必要。不过如果是老猫的话，它们这边脊椎都有一点不舒服，所以现在我就会让米娅的碗比较高这样子，不一定要去买餐桌，你就想办法拿一个东西把它垫高就好了。再来就是可以准备防滑地垫。如果你家是很滑的瓷砖地，建议你可能在猫咪比较习惯活动的地方，这个房间啊，或是走去猫砂盆的路上，或是它跳上跳下来的那个角落，你都可以给它铺防滑的地垫，摩擦力比较高的，不要使用巧拼就好，因为有一些猫还是会很喜欢吃塑胶嘛，那你可以买那种就是地毯式的，这样子就可以减轻它们关节的负担。然后还有，如果你养的是长毛猫，请帮它定期的修剪脚底毛，因为脚底毛很长的话就容易打滑嘛，那对它们关节也是一个负担。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补充保健品，那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软骨的磨损它不可逆嘛，所以你只能在它还没有磨损的时候就尽量保护它。那如果它已经开始退化了，你就要暂缓它的恶化。那保健品就可以达到这个功效。我觉得呢，因为大家对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认识不够，没有理解到说它发生的比例这么高，然后也没有意识到说它会给猫造成这么大的疼痛。像我们住宿的猫咪里面，家长们最常带的营养品是赖氨酸、益生菌、泌尿道的，最近还有很多吃情绪放松的，但是很少猫咪吃关节的保健品。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方面认识还是不够，可是关节却是非常需要及早开始保养的。那大家可以去找以下这些成分的保养品，都是对关节非常好的。葡萄糖胺，它就帮助软骨的形成跟修复嘛，还有软骨素、胶原蛋白，保持这个关节的粘稠性啊。Omega-3、MSM、绿醇贻贝、鱼油都可以抑制发炎，这些成分都是对关节很有帮助的。我们家米娅有在吃的是安氏的，这个就是只有兽医院的管道才可以买得到。然后第二个是 U-Move，17年的时候，因为汤圆它很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嘛，它很严重的疼痛，后来导致瘫痪。然后我们就是给它吃了 U-Move 之后，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产品，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时候汤圆吃了 U-Move 之后，大概1个半月开始可以自己站起来。那个时候他当然还有吃一些别的止痛药啊、类吗啡，吃这 U-Move 效果非常显著。那个时候我们就让汤圆一直吃，然后后来我就去跟台湾的代理商谈经销，就是因为汤圆就是每天要吃比别人更多颗。对，那这就是我们家猫咪固定有在吃的，就是 U-Move 跟安氏的。只要是我之前提过的那些有效成分，自己研究过后，然后你就找适合你们家的猫咪的牌子，然后你喜欢的厂牌，它愿意吃的，然后尽早开始给它补充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咨询你的兽医。现在保健品很多都是复方，复方的意思就是它可能不只有这个成分，它可能会想要这个也保那个也保。那所以你一定要给你的兽医看过，就是你们家的猫可不可以每天都补充这个保健品，天天都要吃嘛？请你选择对你们家猫最轻松的一种吃法。就是有一些它保健品做成锭状，可能你要磨碎啊。那有一些是做成胶囊，希望你直接喂；有一些是可以半罐头，然后有一些是液体的。那这些就是很关乎你们家猫咪可以接受的程度，不管是药还是保健品还是食物啦，就是猫咪的主食啊，你要给它吃饲料罐头，其实就是猫咪要愿意吃才有效嘛。它如果不愿意吃，一切都是枉然。加上天天都要吃，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你的猫最轻松快乐的方法，不要为了逼它吃这个东西，然后让它的压力很大。我觉得当然是本末倒置，所以最好就是找一个你们家猫咪最能接受的剂型，然后开始给它补充成分的话，就是你就找上述那些有效的成分就可以了。如果你们家猫已经到了非常疼痛的程度，就只能就医控制它的疼痛。到这个控制疼痛的程度就会变得很两难，因为猫咪在用药上面，尤其是老猫，它要注意的事情非常多。
就是它可能会影响肝肾，然后也可能造成消化道问题。然后有一些强效的止痛药，可能吃下去猫就会整个很昏沉这样子，生活品质就不是太好，会变得在这个生活品质啊、控制疼痛啊、跟它快不快乐，然后跟它肝肾会不会坏掉当中就是拉扯。所以我会觉得，希望大家的猫都不要到非常疼痛的时候再来处理这个问题。再来就是一些居家的复健，像米娅她是已经算蛮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那有一些居家复健可以做，一个是热敷，然后也有人会去买红外线的照射的，就让它比较舒服。然后你也可以带它去有做针灸的兽医院，针灸式的疗效其实是蛮好的。针灸的话，非常看狗跟猫能够接受的程度，它需要针下去之后要待在那里不动一阵子，再把针拔掉。汤圆之前也有做过针灸这个疗程，我觉得效果是蛮好，只是它要定期的回去针这样子，需要做一个疗程，然后猫咪也要很能待得住。还有就是在家里你可以帮它按摩，然后也要尽量维持猫咪正常的活动。虽然它不舒服嘛，可是我们还是要尽量让它们有活动，因为没有活动的话，肌肉就会流失得更厉害，那肌力就会更不好。肌力不好的话，没有办法好好包住那个关节，它就会越来越不舒服。除了补充保健品、改善环境，如果你的猫很胖，请让你的猫减肥。米娅年轻的时候真的很胖，然后她的四肢都很瘦嘛，可是她体重是非常的胖。对照组就是她妹妹圈圈来说，圈圈是母猫，然后也比较小只，然后她大概这17年来，她的体重都一直维持在3公斤。那当然她的关节也是有退化的状况，可是就没有像米娅这么严重。米娅大概10岁之后，她的前脚就变形得非常厉害，就开始变形，然后就有一点不可逆，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如果你们家猫很胖的话，我就建议你要给它慢慢的渐进式的减肥，或至少不要让它再更胖了。因为医疗进步的关系，我觉得现在15、16岁甚至20岁的猫，我觉得都是很多的。那我们就希望它老年的生活是比较舒服，然后不要为这个关节疼痛所苦嘛。希望大家都可以尽早开始好好保养你们家猫咪的关节。这是我17岁的老猫，它最近状况还很不错。吃的还不错，睡的也还不错，就没有再用那种怪异的姿势睡觉了。现在可以敞开来睡。对养猫的人来说，我们希望的就是猫吃好嘛，喝好，对啊，多喝水，然后睡好，然后天天都大的出来，然后尿尿很正常，就是这样子，我们别无所求啦。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